苹果啊，苹果策略，因为刚刚我们的学员已经问了这个苹果，所以我们现在把苹果放到现在，因为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啊，最关心的。然后我们再讲一下啊，因为我们的粉丝朋友说已经听了格雷老师的课都赚了钱，那我们新进来的朋友，粉丝朋友啊，一样的啊，记得我们就是点点订阅，然后来领取我们格雷老师的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礼包啊，这个再给大家发送一遍啊。这个为什么我说是这个？因为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是不是？我的收益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因为现在又151万了嘛，又151万了，今天又赚了钱，是不是？无论大盘涨还是跌，我都赚钱。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大家愿意来听格雷老师的课？这个是这个大礼包有哪些大礼包啊？可能因为过程中不断的有我们的粉丝朋友进来和出去的啊，所以对于新的粉丝朋友啊，已经订阅的还没有领礼包的，记得抓紧时间啊，因为我们这个是时间是限时的啊，限时的，抓紧时间去领这个4大重磅福利。然后新进来的粉丝朋友没点订阅的，先点点订阅啊，点了订阅之后，你可以听个1-2节课，看看格雷老师有没有这个实力，能不能帮到大家啊？如果觉得有实力能帮到大家，那你再去找我们的这个助教老师去领取这个课程，不然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不可能这2个月不到啊，5月28日到现在快刚好2个月，这个收益就50%了，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收益到了20%之后，这个曲线是不是相当漂亮？我可以说毫不夸张的讲是很漂亮的啊，我自己也比较满意的。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这个苹果啊，苹果我们先看一下，它是在这个美国3大指数里面是哪一个指数的最大权重股？我们先看一下啊，先看一下成分股。这个标普里面，那个道琼斯里面肯定苹果不是的，苹果是第9大权重股啊，第9大。然后纳指我们看一下啊，所以要分析的话就跟大家分析清，纳指苹果是第1大权重股啊，第1大权重股。然后标普苹果也是第1大权重股啊，所以说要不是苹果最近这么撑着，这个纳指和标普它的跌幅远不支持啊，所以说大家明白了这个逻辑吗？啊，明白了这个逻辑吗？那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再分析这个 QQQ， 它未来它目前还是下跌趋势，对不对？然后标普我们昨天说过啊，它有可能要补跌，对吧？它后续可能也会走出下跌趋势，那就相当于是这个君子不立危墙之下，那你这个苹果作为这个 QQQ 和标普的第1大权重之一，它会不会受它的影响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的，它目前它的基本面是比较好的，然后走势啊，我们再分析它的走势，它的走势是创历史新高，然后目前是上涨趋势啊，日线上涨趋势，这个得1分，对吧？日线的底部结构是没有的啊，日线上涨趋势得1分，然后周线的话，周线的上涨趋势也得1分，月线的上涨趋势也得1分，对吧？它的做多是得了3分的，然后做空能得多少分啊？我们来做空的话，这个日线是得不了分的，对吧？你要说得分的话，最多能得个0.5分，为什么0.5分？就是昨天它的这个在高位的一个滞涨啊，高位的一个滞涨，然后周线的这个我觉得也得不了分啊，月线的话。月线这个月涨了多少？月线是涨了 18.53%， 所以这个标的我觉得可以做什么策略呢？就是我们从股票思维出发啊，从股票思维出发的话，这个标的因为它又面临发公告啊，面临那个7月30日要发财报，所以这个标的如果从股票思维出发的话，你这里持股，我的建议就是把它卖掉。因为为什么卖掉？你格雷老师逻辑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落袋为安止盈啊，落袋为安止盈。但当然如果你的底仓，假设你之前持有1000股，然后现在只有100股，你的成本是只有这个100块钱，我的建议是，那这个你还是要拿着的啊，因为很就是赚大钱一定是要用信仰啊，要坚持才能赚大钱。你快进快出是永远赚不了大钱的啊，快进快出是永远赚不了大钱的。所以这也是格雷老师的这个核心逻辑。如果你对苹果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持股，然后你的成本现在远低于现在最近的这个低价，你看最近低价是多少？远低于270的话，啊，远低于270的话，那我的建议就是你继续持股啊，你继续持股。大家听到没有？苹果的第一个策略啊，我把它写下来啊，我写在我们的这个体验课啊，我们的体验班的这个学员，今天我要把这个策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实战班的呢，等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对你的操作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就是不光是对苹果这个股票，对你以后所有的操作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目前应对策略 AAPL 苹果啊 ，AAPL 苹果，苹果。如果是股票思维啊，因为格雷老师把投资分为股票思维，还有那个期权思维啊。如果是股票思维，目前应对策略1，假设成本低于那个，我们也不说特别夸张吧，低于200，低于300吧，对吧？成本低于300，但低于300其实也有点高了。我们看一下，成本应该是要低于200
270，就是你至少要到20%啊，低于20%。就是如果你的成本，这个就是我们的订阅了我们的这个格子老师的这个频道，然后添加了我们的助教老师，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体验课啊，这个福利啊。假设成本低于，应该是要低于270啊，270，建议股票持有股票啊，建议持有股票，但考虑到股价处于历史高位啊，7月30日盘后发布财报，把它写清楚啊。如果是股票思维，目前应对策略一，假设成本低于270，建议继续持有股票啊，继续持有股票。但是呢，可以去做一个背对了啊，今天可以去做个背对。背对是做什么背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背对就非常好做了。因为你是7月30日的，对不对？那你直接去做7月31日的背对就可以了。然后7月31日的背对怎么做？你做一个那个流动性非常好的啊，你比如这个地方有个流动性非常好的，有一个350，对吧？有个350，然后呢有一个355。有一个362.5啊，这个流动性都是非常好的。我的建议呢，你就用350的扣去做它的背对啊，用350的扣去做它的背对。然后这个背对你等它标的涨到353，你才会就是少赚，否则的话你稳稳的可以把这个钱，就是如果苹果在7月31日收盘的时候是342，你还可以额外多赚3块钱。如果它是353的话，那你的这个股价赚的钱跟你的这个跟它涨到350的这个钱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期权也值3块钱，但是你的正股呢是353了啊。OK， 这个是第一个方案啊，就是去做历史高位，可以卖350的7月31日啊，可以卖7月31日350的扣做背对。这个背对的效果如何啊？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功能是上涨继续吃肉，下跌有所保护啊，这个是这样的。功能是上涨，只要不是暴涨啊，只要不是暴涨，上涨继续吃肉，继续盈利，小幅下跌减少亏损啊，下跌减少亏损。下跌减少亏损啊，这是它的功效啊。下跌减少亏损，这是股票思维第一个方案啊，这是你的成本低于270的情况下啊。然后第二个思维啊，第二个思维是什么呢？假设成本，假设你的这个苹果的成本啊在哪里多少啊？我们看一下，这个都是要有迹可循的啊。成本是在这个300以上啊，300以上，你的成本是300以上，就是20均线嘛，说白了就是20均线，300以上的话，它跌个。因为我们都格雷老师之前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美股区巨头很难出现单日5%的涨幅或者跌幅，如果出现了，那基本上是很极端的行情啊。所以是苹果这作为第一大市值的股票，我觉得它出现单日，它财报好也好，它财报坏也好，它很难出现单日5%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算一下，如果它跌5%，涨5%是什么个情况啊？我们看一下，它现在340乘以 1.05 的话，它会涨到357，这是涨5%。如果它跌5%的话，乘以 0.95， 它会跌到323啊，跌到323。所以呢，如果它的价格在320以上的话啊，我的建议就是假设目前持股啊，假设成本在300附近啊，300之上，建议，因为你关注它的财报，你肯定是想去，要么是你持有股票想去卖掉或者加仓，或者说你没有它的股票，然后你想去抄底，对吧？想去抄底啊。假设成本在300之上啊，我的建议就是那个买一个空单啊，这个里面就买一个 put 啊，建议继续建议卖掉股票啊，卖掉股票，逢高卖掉股票。因为300之上的话，你长拿的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如果你的成本在300以上的话，你长拿的意义不是特别大啊，建议逢高卖掉股票啊，建议逢高卖掉股票，逢高减仓或者清仓股票啊，逢高减仓或者清仓股票啊。然后那个功能是落袋为安，功能是落袋为安啊。然后第三个股票思维，你想抄底啊，你想抄底的话，这个地方
我的建议呢，你就不能直接去买正股。这个地方我个人不建议去买正股的，因为买正股的话风险还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去做什么呢？去卖 put， 去卖它的 put。这个地方它的 put 是可以什么呢？这个292的啊，那我们直接就卖个290的啊，就这个是周线啊。我们看一下日线，日线的话，它的这个支撑位是322，那我们可以去卖个320的。刚刚我们算过，它如果跌5%的话，就是跌到323，对吧？所以320的话相对都比较安全，可以去卖一个这个320的啊，可以去做一个320的一个熊市价差，一个牛市价差啊，可以这样子牛市价差。假设，想抄底啊，想抄底，这前面都是你针对你持有股票的一个情况啊，针对你的这个假设的一个行情，假设想抄底啊，那建议采用卖支撑位附近的 put， 建议采用 put 熊市价差啊 ，put 熊市价差 ，put 牛市价差 ，put 牛市价差跟call 熊市价差它是异曲同工啊，异曲同工的啊，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说这个地方我建议采用 put 牛市价差 ，put 牛市价差，我这里面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策略在苹果的这个里面可以去做啊，可以去做什么呢？它上方的这个支撑，下方的压力啊是在这个322嘛，对吧？那我们去找一个320的，这个7月31日的，又像默认人又像什么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ut 的这个熊市价差320，这个价格呢是0.72啊，然后这交易量非常大啊，交易量非常大。0.72跟那我们就找3.15的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320的是一张赚72块钱，然后315的一张赚43块钱，它的价格相差不大啊，相差不大。那我们就去卖这个啊，就去卖这个，我们去卖这个啊，这个策略啊。格雷兹老师的账户啊，在跟大家在展示就是讲这个苹果的这个策略的时候，账户的收益不断在增加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苹果我卖了一张7月31日跌不到315的，但是我也要防止万一出现非常就像特斯拉那样的这个极端行情，我再去买一个0.2左右的一个 put 啊，这个呢是给大家去做个演示啊，做个演示。0.2左右的 put 啊 ，0.2 是多少啊？300 0. 这个其他的成交量都不行啊，那就是310的啊，那只能是310的啊。这个呢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叫熊市价差，但是这个策略是能赚钱的，赚20块钱一张啊。这个呢就是给大家演示的，这种策略适合什么？适合大资金去玩，这个是可以稳赚的，可以讲啊，可以稳赚。当然，这个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去做，这是格雷兹老师根据多年的经验，分析出来，这个策略可以用啊，可以用啊，这个策略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策略。然后我们把我们这几个策略啊综合一下，现在已经说到了这个建议采用 put 牛市价差，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效果我们把这个地方写清楚啊，效果是诺戴维安啊。效果是盈利不够啊，盈利不多，然后诺戴维安啊，效果是盈利。采用 put 牛市价差，效果是这个即使下跌，只要不暴跌，均可获利啊，这是这个。只要不暴跌，均可获利，这是股票思维的啊，这是股票思维的。然后如果是用期权思维啊，用期权思维应该怎么做啊？期权思维跟股票思维有什么区别哈？它有非常大的区别，因为股票思维的话，你说白了，要么就是你持有股票，对吧？要么你就想抄底，然后抄底呢你也搞不清楚，这现在是不是低位，对吧？那期权思维它最大的一个效果跟股票思维不一样的点是哪里呢？就是那个期权思维的话，首先你是看这个标的它未来会怎么走，它现在是上涨趋势偏多呢，还是下跌趋势偏多？是做空的概率胜率高呢，还是做多的胜率高，对吧？只有先把这个判断出来了，你才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策略应对，对吧？像这个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今天我们先看细致一点的日线的话，它是上涨趋势，对不对？然后明天发布财报，然后我们看一下日内均价，日内均价呢，这个呢是一个开盘前的1个小时是一个上涨趋势，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把日内均价跌破的情况。如果它今天最终没有站稳这个日内均价，那它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类似的日线的顶部结构，对吧？如果形成了日线的顶部结构，那可以做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去逢高做空它，对吧？如果没有出现，那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暂时还是一个上涨趋势，跌不到啊。这是从日线分析出来的啊，就日线分析出来的，也要等到它今天收盘前的10分钟才能做策略。然后看周线，周线的话，这个它的本周的最低价是334，所以说我觉得它今天跌到334以下的话概率不大啊，所以说这个周线其实看都没关系。然后月 K 线的话，它的本月的最低价289，我感觉它也很难跌破啊，所以说这个标的整体来讲，做空的这个效果不如做多的这个效果，对吧？做空的效果不如做多的效果啊。如果今天收盘前啊，
跌破这个今天的开盘价是多少？340，昨天的收盘价是340啊，那就是如果今天收盘前的10分钟跌破340啊，如果今天收盘前跌破340，则形成日线顶部结构，建议逢高做空啊，逢高做空，采用这个扣熊市价差啊，价差策略或买 put 策略啊，买 put 策略。这个效果是啊，效果是上涨那个下跌，只要不大涨。但是这个地方我还是不建议去买 put 啊，只能去做熊市价差啊，只能去做熊市价差，采用扣熊市价差策略，只要不大涨均可获利啊，均可获利。然后第二个是，如果今天收盘前站稳340，那建议跟那个股票思维一样啊，就是做那个 put 熊市价差啊，做 put 熊市价差。建议则人为上涨趋势，所以一个策略啊，给大家讲清楚，它是不容易的啊。则人为上涨趋势，建议采用 put 牛市价差策略，效果是只要不暴跌均可获利啊。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标的在这个高位已经震荡了2天了，然后它又发布财报，我觉得啊，它可能要那个变盘了，可能要变盘了啊。目前 AAPL 以窄幅震荡2个交易日啊，交易日加上要发布财报啊，加上即将发布财报啊，建议采用宽跨式啊，就是双买策略啊，双买策略。建议采用双买策略啊。这个效果是什么呢？效果是只要变盘均可获利啊，只要变盘超过达到，我们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双买合不合适啊？变盘达到多少啊？给大家直接把这个策略给做好啊。7月31日的是不可以的啊。为什么说31日是不可以？如果它在财报发布后还横盘震荡1天，那就是7月31日嘛，那你这个双买全部废了。那你可以选什么呢？8月3日的可以选，然后8月5日的也可以选。我们看一下它流动性好的啊。然后因为现在呢是要找它的这个双买，因为它在340附近嘛，就那一对的价格如何啊？那一对的价格如何？340的是600左右啊 ，put 是600，然后342.5的这个扣是600，这个是1200。我们看一下它的成交量是如何？成交量的话，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啊，还不错。8月5日的呢？8月5日的话，这个一对是700啊，700，成交量不行啊，成交量只有100多张啊，成交量100多张不行。8月7日的啊，看一下8月7日的。8月7日的话，这个是 put 贵一点，那个扣贵，扣怎么还贵这么多呢？扣8月7日的会比较好啊，8月7日的。那我们这个地方选择8月3日的吧，我觉得8月3日的应该可以，它的成交量又可以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去做了啊，直接去做，买个多少张呢？这个是双买策略啊。其实收盘前的10分钟去买是最好的，收盘前的10分钟。这里面我们想一下啊，1万块钱看一下能做多少啊？5900啊，这个是5900，挂高一点啊，直接买入。这个是双买策略啊。为什么这个可以去做？等会我给大家解释原理啊。这是苹果啊，600块钱，然后这个呢就买这个啊，342的，这个也买10张啊，这个也买10张，
OK，我们这个双买策略做成功了啊！双买策略，这是双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成本是多少？是12200左右，12200左右啊，12200左右啊，这是这个期权策略啊，期权思维对应的这个策略，大家发现没有？我们股票思维对应的这个策略跟期权思维对应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7月29日，认为 AAPL 即将变盘，双买策略啊，这个就类似于等额等张数啊，等额等张数。为什么是等额等张数？你如果再买一张 put 的话，你的这个 put 就多了；你如果少买一张 call 的话，你的 call 也少很多啊。双买策略，我把这个发到我们的这个 Telegram 群啊，发到我们的实战班的群。然后这个策略呢，基本上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然后这个策略为什么可行啊？这个双买为什么可行？我给大家去计算一下。大家还记得吗？格雷老师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个双买的这个效果啊，我们来对照一下是不是符合这几个条件啊？对照一下双买啊，我来找一下双买。我们的实战班的学员啊，就是如果你想做的话，就用模拟盘啊，就模拟盘哈。如果你自己信心也比较强的话，我觉得这个策略应该是能赚钱啊，双买。哎，这个怎么搜不到啊？双买策略。我记得我在这里分享过双买策略呢，啊，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双买策略，我把它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或者你们截图啊，你们自己截图。第一个是正股窄幅震荡多日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苹果啊，我们用另外一个小的软件啊，看一下苹果，用另外一个。今天要把这个苹果的这个策略讲透啊，给大家讲透。我们一条一条来对照啊，一条一条来对照。第一条，正股窄幅震荡多日，我们看一下苹果是不是窄幅震荡多日了？它窄幅震荡的没有多日，但是呢，这3个交易日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一个震荡，对吧？尤其是最近2个交易日，对吧？是比较小的一个震荡，是吧？这是苹果。第二个呢，该股期权成交量相对较大，流动性较好，隐含波动率较低。我们看一下成交量较大，流动性较好，肯定是没问题。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刚刚格雷老师选的这个8月3日的啊，它的这个隐含波动率啊较低，是最好低于50%。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啊？这个隐含波动率这个 put 是 41.48 的隐含波动率啊。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call 是 40.86， 发现没有？隐含波动率比较低啊，隐含波动率比较低。第三个，该股面临重大的事件发布啊，它最近马上要发财报了。然后第4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格雷老师的独门暗记啊，独门绝招啊。该股期权建仓双买策略后，计算一对双买的成本，如果正股涨跌 5%即可覆盖成本，则可以考虑建议可以考虑建仓。如果涨跌 5% 都覆盖不了成本的话，就不建议建仓啊。那我们看一下苹果现在的股价是341，对吧？它341的话，它如果涨 5% 啊，341乘以 1.05 是要涨到358，对吧？涨到358，那涨到358的话，我们现在一对的成本是多少？一对的成本是不是1200？刚刚我们花了12000嘛，10对是花了12000嘛，一对的成本就是1200嘛。那如果它涨到358的话，那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还要涨17块钱，那这是完全可以覆盖成本的。它大概是涨 4%啊，涨 4% 不到啊，3.5%吧啊，涨 3.5%就可以涨跌 3.5% 就可以覆盖它的成本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双买是值得去做，而且是8月3日到期啊，8月3日到期还有几个交易日，还有30号31号啊，然后8月3日啊，这3个交易日，这是双买策略的这个建仓啊。所以说它这上面的4个全部符合了，除了第一个不是特别符合啊，其他的3个条件都是符合的。然后我们看一下第5个条件啊，对照上述条件，选择合适的正股建仓双买策略。双买策略适合建仓的时机一般为临近收盘前的10到30分钟，但是现在不是收盘前的10到30分钟。为什么格雷老师就给大家做了呢？因为第一个，我直播我的时间是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第二个，如果收盘前的话，要等到美股的4点钟啊，我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学员呢，或者我们的粉丝朋友，到时候去看啊，去观察能不能行啊，能不能行。然后这是建仓的适合的时机，然后还有这个平仓，如果建仓后3个交易日还没有盈利，建议平仓；如果3个交易日盈利了，
那我们因为是买的8月3日的，那我就建议你全部止盈啊，全部止盈。如果你是买的8月5日的或者8月7日的，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清仓的买方给止盈，然后这个盈利的可以留着啊。之前因为我在这个策略上做 Space 这个 SPY 是赚了大钱的啊，大家还记不记得赚了大钱的？OK，这个策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